二战时，美国曾经用飞虎队的形式帮助中国抗战。那么现在，他还会用这样的办法来帮助乌克兰吗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在抗日战争时期，美国由志愿者组成的飞虎队来中国参加对日空战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战果，甚至成为了抗战后期日军的噩梦。在乌克兰即将向俄罗斯军队发动反攻的背景下，《亚洲时报》认为不能排除美国像当年援助中国一样帮助乌克兰，让美国的飞行员以志愿者的身份在乌克兰参战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美国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战略诉求可不仅仅是战争长期化，而是要让俄罗斯军队以战败者的角色撤军，进而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。为了达成这一目标，乌克兰军队正在策划一场新的攻势。但是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，装甲部队进行大规模攻势，很可能会被俄军的空中打击所阻止。乌克兰军队要想反攻顺利，或者获得明显的战场优势，就需要拥有能够与俄罗斯空天军相抗衡的空中作战力量。然而，仅靠东欧国家援助的老旧的米格29战机根本就无法达成目标。更严重的是，乌克兰是一个人力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，西方一定会认识到这场反攻如果一旦失败，将会导致乌军缺少可用的机动攻击部队，后果将难以承受。拜登已经表示不会让泽连斯基政府垮台，美国很有可能在必要的时候将 F-16战斗机交付给乌克兰，以便用于与俄罗斯空天军争夺制空权，并且为地面进攻提供火力支援。但是，想让乌克兰的飞行员驾驶 F-16战斗机作战，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训练期，而要想让这些乌克兰的飞行员熟练地驾驭 F-16战机，可能需要1年以上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如果战场形势需要，美国是否有可能让美军飞行员伪装成乌克兰飞行员直接参战呢？在东欧国家开始军援乌克兰米格29战机之后，乌克兰肯定会先用自己的飞行员参加作战来解决问题。如果战况不利，或者西方国家认为需要为乌克兰提供空中优势的时候，军援 F-16战斗机就有可能在下一阶段成为现实。但是乌克兰飞行员驾驶 F-16还可能存在着好几个问题：一是他们的飞行员数量不够；二是乌克兰飞行员驾驶 F-16存在着不适应的问题。我们知道，无论是米格29还是苏27，他们的基本操纵方式都是使用中央驾驶杆，而 F-16是世界上第一种采用侧杆操纵飞行的战斗机，两者的操控差异非常大，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够适应的。因此，乌克兰的飞行员什么时候能够真正驾驭 F-16战斗机，真是一个未知数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一旦战场局势对乌克兰不利，美国就有可能直接让美军飞行员在乌克兰参战。当然，他们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参战的。从法理的角度来看，这种军援方式是不需要经过北约批准的。那么现在的问题是，如果美国的飞行员通过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俄乌冲突，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？显然，这种直接向乌克兰提供军机和飞行员的方式非常高效，毕竟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得到了验证。但是在北约不下场的情况下，美国派飞行员参战还是存在着很高风险的。首先，美军飞行员驾驶 F-16战斗机不一定能够干过俄罗斯空天军的苏35，这个后果可能就非常尴尬了。因为 F-16属于3代机，而苏35属于3代半。二是俄罗斯如果发现美军飞行员参战的情况，那么其交火范围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到北约国家，甚至有可能会引发核冲突。这个后果是各方都难以承受的。为了避免战火升级，美国可能只允许其志愿飞行员在乌克兰本土上空飞行，
而且必须是在乌军控制的区域进行战斗，以避免被击落之后进入俄控区。采取这样的办法，当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战争升级。总体而言，美国仍然是乌克兰危机的控局者，而且在军演的方式上还有很多的后手。美国暂时或许不会向乌克兰派出飞虎队，但在 F-16战斗机援助到位之后，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。当然，即使美国派出志愿飞行员参加俄乌冲突，很可能也会秘而不宣。对此，俄罗斯一定要做好以 F-16争夺制空权的准备。考验俄罗斯空天军苏35战斗机性能的时候，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到来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